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年30前一天，我在市里和高中时候的哥们叙旧，吃着麦当劳，家里突然打来电话。我穿过人群，走进卫生间接听：“你二伯叫你来吃饭呢，快回来，我们一家子都等着你呢。”是我爸。我一愣：“哦，很着急吗？”我试探着问：“着急？都等着你呢。这都是实在亲戚，他们等着你不合适，快回来吧，快点！”我不安地挂断电话，回到原来的座位。哥们们正在聊着，他们的话题是半夜在宿舍聊天，被抓出去站着，一边说一边笑。匆匆告别之后，我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。回家吃饭多么正常，我却总是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了胸口。刚上了公交车，又来了电话：“儿子，到哪了？你二伯都催好几遍了，一大家子等着你，不合适。”我马上像逃命似的，我赶紧挂了电话。一想到我爸妈对二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就心底里发怵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下了公交车，上了早已在站点等待的车，车里是我爸妈，我坐在后座，一言不发。你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，到了社会可咋办呀？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去了别人家，别耷拉着脸，笑起来阳光一点，行不行？行。我像个木偶一样，依旧低着头。车开到一半，爸妈要去买玩具，因为空手去别人家不合适。我二伯刚抱孙子，他的孙子，也就是我的二侄子，今年刚刚1岁多。到了玩具店门口，我爸催促着我下车看看，看看你们年轻人喜欢啥玩具，给我点建议。今天你是主力，都听你的。我下了车，进了玩具店，爸妈也跟了出来。我和爸难得的在小男孩喜欢玩具车的这一观点上达成共鸣，然而却在型号上产生了分歧。我喜欢那款小小的紫色的有活力的小车，带着小巧的遥控器，可以在几米内遥控，速度也不快。我个人感觉小孩子会喜欢。我爸喜欢那款大型玩具越野车，4个轮子，每个都比车还大。男孩就得玩野的。我爸仔细端详着自己选的车，眼里在放光。我们那会哪能玩得到这个呀？现在的年轻人真幸福。爸，我觉得这个紫色的挺好。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。我爸瞥了一眼那辆紫色的小车，似乎在我的自尊上瞥了一眼。你二伯家是楼房，这小车容易钻到床底下，小孩哪找得着？不行不行，你们年轻人就喜欢这种不实用的东西。爸，我反驳道，是给小孩子玩，不是你喜欢就行呀。不知触动了我爸哪根神经，他突然青筋暴起，把玩具车摔到货架上，引得周围的顾客都往我们这边看。我喜欢就行，我喜欢就行，就你挑那玩意，近看不近用。怎么着，上了大学翅膀硬了？这不就跟你们点外卖一样吗？天天吃外卖，还剩一大堆，我们那会都吃不上饭。你们年轻人就是活得太幸福了，没吃过苦，男孩不玩点野的，这越野车多好，你说说，这车哪不行了啊？他吼了起来。我妈赶紧攥住我爸的手，示意有人在看，挺好的，就买这个越野车吧。我悻悻地走开，看着我爸捧着越野车结了账，还要求店员打开包装，送2个电池，并安装好，这样我二侄子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玩了，真棒。我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心里发酸，只能盯着一个售货架上的母婴用品发呆。走了，我爸用像是道歉的语气喊了我一声，我跟了过去。出门时，
我听见母婴店背后传来一阵笑声，我只能加快脚步。我爸一边开车，一边说着东家长西家短，就你二伯家那个儿媳妇，你将来可别找那样的。他通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看得我发毛。就那个媳妇是真不行，天天护着他们家那个小孩，你二娘说一句，他顶一句，哪有那么说话的呀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我妈也很同意，点头应和着。我注意到他们两个都在盯着我，用车前面的后视镜，我也假装点了点头。好不容易到了二伯家，进门换鞋，二伯一头白发，全然不是上次见面的样子。二伯的孙子，也就是我的二侄子，正在骑着比他大一点点的儿童小车到处乱窜，双脚蹬地，从客厅一直滑到厨房，再从厨房滑回来。呀，大学生回来了，快进屋！二伯热情地招呼着。按照家里早就教好的规矩，我需要和主人家打招呼。二伯，我赔了个笑脸。哎，快进屋！这大学生，他的白发似乎都发了光。二娘，我又赔了个笑脸。来就来吧，还拿东西。他也笑盈盈的。二嫂子，我依旧是笑脸。二嫂子也笑，笑完就把我手里抱着的玩具车夺了过去。快看，你叔叔给你拿什么好东西了？他抱着玩具车，向正在骑小车的孩子，也就是我的二侄子，挥舞着。看见车的孩子猛然下车，全然不顾面前的茶几，一个踉跄，磕到了茶几的脚。呀，哇哇哇！他哭了起来。我们刚落座，氛围就从热闹迎客变成哄孩子开心。各位大人齐翻上阵，这个抱抱，那个摸摸，这个拿了玩具在孩子面前晃悠，这个打开电视命令孩子快看。孩子，也就是我的二侄子，目不暇接。他刚被我爸的玩具吸引过去，就又被二伯抱走。正当他准备好好在二伯的怀里躺着的时候，二嫂子把他抢走，放在了皮球前，命令他玩皮球。我坐在沙发的角落里，观摩着这场表演。或许我小时候也是被这样对待的。大人们认为孩子很快乐，那么孩子就一定是快乐的。孩子终于静下心来，继续骑着他的小车乱窜。大人们热火朝天，唠着东家长西家短。已经黄昏，有等不及的人已经在外边放起了烟花，一片和睦的新年景象。我却觉得我和他们不是一家人，我像个必须要坐在沙发上的工具。我只得低头继续看着手机。这孩子在家就一直看手机，来这儿了还看，也没个话，还不如你们家这小崽呢。我爸发现了我在玩手机，摆弄着手指说道。注意到所有人都在看我，我抬起了头，赔了个尴尬的微笑。老三啊，你家这孩子不错，学习多好呀。二伯似乎想找回我的面子。嗨，好啥呀？高中那会就一直全校第三，永远到不了第一。这孩子还得努力，还天天和他爹犟嘴呢。我爸笑着，似乎对这套炫耀了我，又否定了我的话术很满意。也是，就现在的年轻人被手机坑害得成啥样了呀？手机害了一代人呀。二伯可能想起来，二哥是专科毕业，所以他转移了话题。接下来他们大肆谈论手机对青少年的毒害作用。现在学生的自理能力极差，灯泡都不会安装，这都是手机干的。还有动不动就顶嘴，说一些他们听不懂的高大上观点，都是手机扯的蛋。以及近视眼、驼背、颈椎病、懒惰、不和大人说话谈心、抑郁症、焦虑症，都是手机干的。他们还说到手机里的游戏，这是让青少年产生暴力心理的直接原因。他们说自己小时候每天种地，
捣鼓拖拉机，捣鼓机械，勤勤恳恳干活，培养的动手能力比大学生学的有用的多。手机就是精神鸦片，我不想再听。趁着饭菜还没做熟，在他们的吵闹声中进了二嫂子和二哥的卧室，收拾得很干净。二哥躺在床上睡觉，我进来的声响把他弄醒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继续睡了。我爸看见了我走进去的背影，补充了一句：看，这孩子怕大人也是手机干的。所以我说，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封闭自己的内心。他们哈哈大笑，笑完之后又叹起气来，觉得中国这一代完蛋了。饭菜好了，我照例等大人们都坐上正位之后，坐到了餐桌右下角的位置，左边是二伯，右边是我妈，我二侄子坐到了饭桌的主位。我看着狼吞虎咽用手抓饭菜吃的二侄子，感觉很奇怪，居然没人制止他。我小时候要是这样做，肯定会被筷子敲头，然后痛批一顿。我爸肯定会拍桌而起，挪凳子，准备过来揍我。我妈会哭着拉住发怒的我爸，在一阵安慰之后，我爸会安静下来，一边冷静，一边骂我，说我不讲规矩，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我爸笑盈盈地看着用手抓饭的二侄子，多吃点，这崽子聪明，从小就知道抢饭。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我没笑。我妈赶着给我夹菜，我爱吃的，我不爱吃的，我吃过的，我没吃过的。有好几次，我注意到二哥和二嫂子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似乎在说，大学生了，还需要家长帮忙夹菜？妈，别夹了，我够得着。我低着头看着饭碗说，吃吧吃吧，这个好吃。他似乎没听见我说的话，又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。我眨了眨眼，把夹过来的饭菜都吃掉。我偷瞄了一眼左边，我爸和二伯喝着酒，二伯嘴里说着饭菜不好，别嫌弃。我爸说，都自己家人，没关系。饭桌上的话题，只要有大人有孩子，那谈论的焦点一定会落到孩子身上。我爸又扬起筷子，高声说道，我们家这个没啥出息，比不上你们家的，人家现在有工作能挣钱，多有出息啊，快和你二哥喝一个，让他教教你。我木讷地举起饮料杯，挤出了笑脸，二哥，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，我敬你。这孩子从小说话就磕磕巴巴的。我爸补充了一句，二哥很热情，说着常来常来，拿起酒杯和我碰杯。碰杯的那一刻，我的杯沿必须比二哥的低。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因为杯沿太高被痛批。那时我爸拍桌而起，准备过来揍我。我妈哭着拉住发怒的我爸，在一阵安慰之后，我爸安静下来，一边冷静一边骂我，说我不讲规矩。我注意到我爸看了一眼杯沿，然后满意的和二伯碰杯，他的杯沿也是低于二伯的。我一直低着头吃饭，但我总感觉有目光盯着我，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实际上我已经听饱了，因为他们吃饭吧唧嘴的声音甚至和他们讲话的声音一样大。我觉得大人们只要喝了酒，总归有以下几个特点：嗓门大，不讲理，不听人讲话。慢慢的，100多平的屋子里充斥着大人们的叫声。二伯说着他厂子里的智障员工有多么不听话，我爸也抱怨着单位的同事有多么不是人，各说各的。他们说的内容也许只有我在听，每个人都用高嗓门强迫地可怖地输出着自己的观点，夹杂着难听的脏话，吵得我耳根生疼。他们都抽烟，屋子里云雾缭绕。二侄子几次被呛得咳嗽，把刚吃进嘴的红烧肉又吐了出来，
然后他抓起来又吃进嘴里，话题不时落到我头上，从骂我、挖苦我，转到社会现状、国家大事。他们一遍遍说着现在国家要完蛋了。吃完了饭，我不能走，按照规矩，我要等着大家都吃完，等着大人们喝完酒，把杯子一推，大摇大摆地走出饭桌之后，我才能下桌。常年静音的手机突然震动，我从裤兜里拿出手机，低头看了一眼，这个动作又被我爸看见，他皱起眉头，用高嗓门叫道：“现在这年轻人吃饭还看手机，就他妈应该把这手机都摔了！”他对着我叫，脸上泛起酒后的红晕，眉头皱成一团，酒气很大。我有点反胃，吼完之后，他又加入了聊天队列，继续各自抱怨着各自的委屈和焦虑。我看了一眼二侄子，他继续抓着饭吃，尽管衣服上已经全是饭渍。二嫂子先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她叫道：“哎呀，快擦擦，多脏！”话刚说完，我妈便嗖地站起来，走向厨房拿纸巾。与此同时，大人们的目光都看向了孩子。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哭了起来。二伯先挪了位置，坐到了二侄子旁边，抱起了他，一边抱一边哄：“不哭不哭，乖乖乖。”看着他的嘴和二侄子的距离，我有时候会怀疑这个孩子自带酒精免疫系统。我爸也凑了过去，一会捏捏孩子的脸，一会掐掐孩子的腰，他还顺手拿了个玩具，压低了声音，也哄起了孩子。我觉得我爸很陌生，突然想起之前在书上看见过一句话，说是最能掌控一个家庭的，不是最年老的长辈，而是年龄最小的孩子。他们用哭泣和弱小当作武器，达到支配他人，使他人为自己服务的目的。我依旧坐着没动。我看见我爸瞪了我一眼，他好像在说：“你怎么不管你二侄子？”他又瞪了我妈一眼，即使喝醉，眼光仍旧锋利。这次是在说：“你怎么不管你儿子？”他看见二侄子哭了都不管。刚拿完纸巾的我妈心领神会，对我说：“二侄子哭了，你也哄哄，看这小孩多好玩。小时候你也这样。”在所有人的目光下，我像个机器，又拖着脚步走到了二侄子旁边，用笨拙的肢体哄了起来。喝酒的大人们酒足饭饱，都瘫在沙发上，像几滩会说话的肉泥，硕大的啤酒肚高低起伏。我瞥了一眼，还真像阳台上挂着的红灯笼。按照习俗，为了家庭的和睦，吃完饭后大家必须坐到一起聊天，以显示这个家庭很团结，很幸福。我坐到沙发一角，等待着他们开启话题，倒不如说等待着看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数落我。窗外已经完全黑了，陆陆续续放起了烟花。我听不见烟花的声音，也看不见烟花，因为屋里都是烟，屋里都是声音。二伯突然来了兴致，冲着我招手：“来来来，大学生，我考你。”我目光移了过去，他继续说：“你说天上那个星星，他打了个9格，放那个光，是现在放的光吗？”我爸先替我回答了：“他哪会这个呀？考他也白考。”但我还是张了嘴。理论上讲是之前的光，因为距离太远，光传播到地球需要时间。哦，二伯似乎若有所思。那之前的光，我们怎么会看见？时间不是一样的吗？是因为距离太远了吗？我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”哈哈哈哈！二伯大笑，我爸也笑了起来。这种光都能被看见，还能是之前的？哈哈哈哈哈！大学知识不教这个吗？我看现在这大学和专科也差不多嘛。他们一直笑。确实，可能我记错了。你们说的对。我说，
下次不懂就别说话了。我爸说，然后他们又骂起来了。我爸的同事已经把我能想象到的脏话都用上了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是这种情绪化的观点输出，一直到我们下楼回家的时候，我爸通知我，明天继续来这里，一家人一起过年。他拍着我的肩膀，笑得很开心，一身酒气。我点了点头。2025年1月28日大年30，大概上午9点，我又来到了二伯家。这次和我们一家人一同而来的，还有大伯和他的孙子，也就是我的大侄子。大侄子大概9、10岁，一身肥肉，像个皮球。按体重计算，真要打起来，我没准会败下阵来。大哥大嫂没来，因为他们在外干活，今年加班，理所应当的。我们又给大侄子买了玩具，这次是个恐龙模型，很丑，但我没有说话。进门又重复了一遍形式主义十足的礼节。我看见了大侄子和二侄子在卧室里玩玩具，趁着大人们没注意到我，我溜了进去。两个孩子看见我，似乎有些胆怯，目光又转向玩具。我也注意到了他们的玩具，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，摆了满满一床，地板上也有零碎的小玩具。二侄子突然抓起昨天买的巨大越野车，狠狠砸向大侄子的恐龙模型，哈哈，他笑得很开心。塑料撞击的脆响震得我耳根生疼。大侄子愣了一下，突然扑过去抢越野车，两人扭成一团，越野车的轮子被扯掉一只，滚到我脚边。都别抢，好好的。我蹲下去拉架，大侄子不乐意了，一脚踹到了我肚子上，然后哇哇大哭了起来。他这么一哭，二侄子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我，也选择哭了起来。疼痛让我本能的后退，不小心把他的另一个塑料小车踩碎了。他们俩哭得更凶了，哭声像警报一样响彻屋子。大人们涌进来时，地上是断尾的恐龙和瘸腿的越野车，还有一堆塑料碎片。大学生连孩子都带不好，我看看伤哪了。二伯立马路过大侄子，跑向二侄子，把他抱了起来。大伯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然后也路过二侄子，把大侄子抱了起来。我一直很奇怪，小孩子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，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受到多大的委屈，都会想着自己解决问题，难过不到极点是不会哭的。然而大人们在旁边，小孩子遇到一点点小困难就会哭，似乎非要得到大人的怀抱，事情才会解决，孩子才会满意。我爸一把拽起我，指甲几乎掐进我胳膊里。你多大人了，跟小孩较什么劲？玩手机玩傻了，大过年的，你想干什么？是他先踹我，闭嘴！酒气喷在我脸上，大的不让小的，学白上了。我能感觉到，大伯和二伯尽管没有直接骂我，但他们的眼神已经杀了我无数次。要是杀我不犯法，我可能已经被大卸八块了，因为我欺负了他们的孙子。我爸也加入了哄孩子的队列，一边和他们解释我有多不懂事，让他们原谅我，一边安装着大型越野车的轮子，然后抱怨现在的学生动手能力不行。我站着不动，听着身后大人们哄孩子的甜腻嗓音，有点看不清面前的白色墙壁了，好白。又听到我爸吼了一句，你等着回家的。大概中午12点，孩子们终于安静下来，继续玩着他们喜欢的玩具。我坐在床边发呆，二嫂子突然抱进来一袋子小零食，让我们一起吃。我没动，我低头玩着手机。两个孩子像饿虎扑食一样朝袋子扑了过去，一袋子零食又洒满了床，和玩具叠在一起。我觉得很乱，但也不想收拾。
他们都吃了起来，吧唧嘴的声音真是随了父亲。这时候，我爸打开卧室门，对我叫道：“你是大人，带孩子，你得让着小孩，让他们吃完了你再吃。”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大概下午3点，按照习俗和规矩，我们的年夜饭要在下午吃，然后0点的时候再吃一顿。这顿吃的比较丰盛，0点的时候吃饺子和这顿剩下的菜，又是吃饭，又是无休无止的规矩和忍让。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从小到大都是规矩，从小到大都是忍让。我又有问题，为什么孩子可以无视规矩？为什么年龄大就要懂规矩？为什么这些无所谓有、无所谓无的规矩可以在当今社会存在？因为家，因为和睦，因为礼尚往来、礼仪之邦，还是因为大人们的控制欲，亦或是因为孩子们的弱势武器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能低头吃着饭。想起来在网上看过的一个词，叫做原生家庭。据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很大，被父母的想法支配的人，会失去思考的能力，会丢失决定的力量，会变得自卑，会委曲求全。我想着，也难过着，手中的筷子停了下来，饭桌上又充斥着大人们的叫喊，他们又喝多了。外面又有人陆陆续续放鞭炮，真的很有年味，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爸尖锐的目光让我从思绪中回过神。哦，又该敬酒了，大概午夜12点，或者说新年伊始。窗外的烟花愈发热烈，对面楼里的灯光也是红得发亮，家家户户都挂着红灯笼。楼下零零散散的大人们揣着袖子，吐着白气，看着自己的孩子向鞭炮跑去，点燃后又跑回来，扑到大人的怀抱里。楼下的路灯很亮，也是红光，我能看出他们很冷。我们吵闹的屋子里很暖和，但我也很冷。吃过饺子后，是机械的按辈分拜年，拜年之后，大人们仍在攀谈，小孩子仍在打打闹闹玩着玩具，他们不时向我瞥一眼，那眼神说不清楚是什么，说是看怪物有些过，说是看人有些轻。我眨了眨眼，我默默穿上衣服，走出了屋。门内的声音随着我穿衣服也渐渐笑了下来。我知道他们看见我了。你干啥去？我爸喊。我没有回应，回头瞪了我爸一眼，把门关上了。我知道屋里一定炸开了锅，我爸一定会绘声绘色地和他们讲，这孩子现在翅膀硬了，说什么话都不听了，这要是老了之后，养老肯定是个问题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应他，第一次这么没有礼貌地和他说话。我什么也不想，只想出去待会，但我也知道他们一定不会追出来，他们一定不会破坏新年家庭和睦的氛围，最多骂骂我吗？有我这样可以随便发泄情绪的器皿，为什么不用呢？门外确实很冷，红色的灯光包围着我，我看着被扫成一堆的雪，上面还有一些泥土的痕迹。我走到了小区里的小亭子里，听着鞭炮和烟花在耳边炸响，很冷。我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，给我的朋友小李打了电话。过年好呀！小李周边似乎有很多人正热闹着过新年呢，新年快乐。除了这句之外，我没有说话。你不对劲啊，和我讲讲到底咋了？小李焦急地问。没有不对劲。我突然感觉脸颊凉凉的，心也凉凉的，又叹了口气。你等着，我马上来找你。小李没开玩笑，2分钟之后，他就来到了我的面前。我没有家了，我说。小李走到面前，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泪水。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，像是一株开在泥巴里的喇叭花。你不需要迎合父母，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前进的动力是自我肯定，无需在意别人的看法。要知道，世界上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，你无需其他人的肯定和支持。要重视自己的想法，你应该自己独立地思考问题，自己去做一些事。我打断了小李，我懂，可我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我拼了命想向外走，我努力地向外爬，回过神来，还是在原地。你永远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努力，只为了他们的一句认可，只为了他们点一次头，只为了他们把我真正当个人看。就算不肯定，就算不表扬，我也努力过，至少让他们在外人面前不会否定我，少骂我2句，都是徒劳。他们永远不懂，他们永远不支持，他们永远不理解，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酒桌上的酒，已经看似和睦，实则腐朽的家庭关系，还有近似可怖的支配欲。我低着头，像控诉一样一直说着。小李轻轻地捧起我的头，我顺势靠在了他的怀里。你要知道，与原生家庭和解的方式不是激烈的对抗，但你有理的事情一定不能让着。你首先要形成强大的内核，让他们恶心的行为不会影响到你的内心。其次，独立行事，不依附于他们的价值观，你不是父母的翻版。最后，等你真正有了自己的世界的时候，用全新的方式，好好的再爱自己一次。我坐在后座，一言不发。我抬起了头，小黎早就不见了，我只看见了一束紫色的烟花在天空绽放。我笑了起来，也感觉不到冷了。我打开了二伯家的门。哟，这大学生估计是怕我管他玩手机，出去玩手机去了。我爸意料之中的，一边挖苦我，一边和二伯解释起来，用喊的方式。对，这屋里烟味太重，又太吵，我出去待会。我漫不经心的，一边穿鞋，一边回答。这孩子长能耐了，我爸嚷道。我估计他酒醒了一半，因为我这话不仅反驳了他，还对他引以为豪的和睦家庭氛围造成了打击。但二伯也顾及这种家庭氛围，大过年的，有人在自己家吵起来肯定不好，于是他打断了我爸骂我的嘴，又继续聊了起来。我悻悻地回屋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爸又瞪了一眼，似乎在说，你等着回家的。这次我回了一个眼神，好，我等着。我关上了卧室的门，窗外的烟花很好看，手机里也传来不少新年祝福。我听到门外的二侄子冲着大侄子喊，我赢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